Hello，大家好，这里是莫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盒不一样颜色的巴丰特，也是苍兰阁戒神之战的一个第3弹了。巴丰特的这个形象呢，其实非常的复杂啊。它最经典的形象呢，应该就是一个羊头的一个恶魔，但是呢，在各种中世纪的时候，又有各种描述说它是创世跟恶魔的混沌体，所以说各种描述呢特别复杂。然后这次这个模型呢，也是有给做出2种的配色。两种配色呢也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圣印，一个是恶魔。那么今天先给大家来一个简单的开箱，因为配色的不同，所以说包装上也会有所区别。圣印的这个盒子会是一个白色的盒子，盒子里面呢依旧是一个地台的标志，加上水贴，还有说明书。其次的话就是所有的板件了。而另一个配色恶魔魅影的话，盒子就变成了黑色的。里面的内容物呢，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在配色上会有些区别。比如这个地台卡片，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啊，它就变成了一个红紫色的一个配色。板件方面，恶魔魅影的这个玉涂装呢，是一个发色很不错的一个金色，整体的漆面没有任何问题。而圣印光影的这个金色的话，发色会更加偏向香槟金一点，饱和度会偏低一些，两者的颜色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后面件部分呢，一个是淡紫色的，一个是青绿色的，两者呢都是对荧光会起反应的，照上去特别亮。这次两种板件的这个配色其实是很大不同的，比如圣印光影的这个是一个白色的板件，整体的锐度呢细节都还可以，而在这个恶魔魅影上呢，它就会变成另一个颜色。两种配色可以说是每个板件都进行了一个换色，圣印光影这边的颜色呢会更加鲜艳，而在恶魔魅影上基本是以一个紫色为主色调的。那我这边也给大家列出来每一个板件的这个颜色对比，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其实大家看了这些板件的对比啊，不难发现，圣印光影的话采用的是一个红蓝白再加上金色点缀的一个配色，而恶魔魅影的话采用的是一个紫色为主色调，再加上大量的金色点缀。所以通过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圣印光影的这个配色会更加丰富，而恶魔魅影的话玉涂装会给的更多。地台支架部分呢，也是一个黑一个白，包括底下的这个大地台也是一样的，一个黑一个白，两者的颜色都是对立的。细塑包装里面的这个铁骨呢，两者是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分开放在这个里面的，掰着呢是非常紧实的。在水贴上，两者也是有做出一定的区别的，这个是圣印光影的，而恶魔魅影的话会是一个烫金的水贴，两者大概是这样子。说明书的话，除了这个封面以及这个后面的这个图案不一样，然后里面这个水贴的这个印记这边就是彩印的这个部分呢，也是不一样的以外呢，剩下的拼装说明啊，全部都是一样的。那么两个基本就是属于一个不同配色，但是是相同结构的一个模型，两个模型，巴丰特，一个是恶魔魅影，还有一个是圣印光影，两个形态。那么咱们先前也是做了一个开箱了，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两个不同的配色，但是玩法以及它这个模具呢，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咱们先来看这个圣印光影，它的整体配色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红蓝白灰的一个配色，然后再加上金色和绿色的一个点缀，后面呢还会带一个大翅膀的一个背包，这个翅膀也是红色的。当然，有些模型玩得多的玩家呢，也会觉得这个背包会有一些似曾相识嘛。恶魔魅影的这个配色呢，相较于前面的圣印光影会更加简单，它整体就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深紫色，然后还有黑色，接下来就是一个紫色的透明件的点缀了。整体的颜色呢都是偏暗的，也是符合它这个一个恶魔的一个元素。然后再加上这次这个造型的话，是因为有恶魔的元素，所以说在头部、手部，然后以及这个肩膀、肩胛这边呢，都会有一些锐化的细节。那么因为这个故事啊，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巴丰特也就是巴封面，它的这个故事呢是非常矛盾的，还有各种说法，有说他是圣骑士的一个这个崇拜的一个偶像，然后还有一个说是这个恶魔，那最终呢矛盾起来演变过来之后呢，最终它是一个经典的山羊头的一个恶魔形象嘛。大家如果去查巴丰特的这个形象图片呢，也会查到各种形态、各种不同的样子。那么这次也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配色的形象，也是蛮有意思的。那么外观造型说完了，咱们来看一下它的高度。整体的高度呢，到头是23厘米，到背包的话是25厘米。如果算上展开的翅膀的话，高度能达到30厘米左右。因为两个模具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说咱们这边就挑这个颜色比较丰富的圣印光影来进行一个讲解。那么首先前面也说了，它因为是有恶魔元素嘛，所以说羊角以及这个恶魔的尾巴都是有附带的。恶魔尾巴的话，连接是用的一个包胶的一个铁丝，可以随意的凹造型。
背包呢是可以拆下的，这边是一个连接的装位，孔洞这边呢也是有一个遮手的零件可以安装上去，这样就不会露出孔洞了。翅膀这边上边这个羽翼呢是可以上下活动的，最大的这块翅膀呢中间做了一个空心的镂空，可以直接穿过中间这些小翅膀，底下这边的这个翅膀也是可以进行活动的。翅膀连接位置的这个角度调节呢，分为外面一段以及中间这一段。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为了保持这个翅膀的支撑力，在这个中间这段呢是采用了这个齿轮的这个固定方式。解锁和固定呢，就是推这个上面这个小黑片，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固定或者解锁。背包两侧的这个小推进器呢，是一个球冠安装的，所以说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角度调节。尾巴部分这边呢是有一个铁丝包胶的铁丝，可以自由的凹造型。然后铁丝这边呢其实是一个延伸的玩法，就是原本它这个尾巴呢是可以直接这样子通过这个插装安装在这个背包上的，尾巴是一个延伸玩法。翅膀这边预留了这个孔洞，然后特效件那边呢也是会有一个装位的，直接对准安装就可以了。安装完之后的整体样子呢就这样子，两个翅膀非常大，全身的特效件呢全部都是有一个荧光效果的，整体照上去特别的亮。这里要提一嘴啊，就恶魔魅影的这个荧光效果虽然有啊，但是这个亮度呢就没有这个摄影光影的这么强。手型方面呢，有一个抓握手跟一个放松手，手型呢全部都是大拇指单独可动，然后还会有一个握持手跟一个斜握手型，还会有一个透明键的手型，可以模拟能量汇集在这个手上的样子。武器配件方面呢，有一把镰刀，镰刀这个刀身这边的这个特效件是可以拆下的，包括尾部这边特效件呢也是可以拆下的。拆下之后呢，就可以变成一个山羊头的一个权杖。这边设计也是还原了恶魔的形象，在这个权杖的这个顶端呢是一个山羊头的样子，在羊角的部分采用了这个透明键的点缀，同时眼睛也是用的透明键。镰刀的握把处呢，提供了3个手型安装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长短来自行选择。手型的安装呢，是将这个4根手指头先拆下来，它是单独的分件，然后再将手型的装位呢对准这个握把上面的孔洞安装上去，然后再将4根手指头安装回去，这样子手型就安装完毕了。握持的方式还是比较牢固的。同时，因为提供了3个孔洞嘛，所以说理论上呢，它是可以双手握持的。装上背包，装上光翼，然后双手握持这个镰刀，摆出一个挥砍的一个样式，还是比较帅气的。接着呢，咱们来到这个主体可动部分。首先，肩膀处这个特效件是可以拆下的，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安装。这个盖板呢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之后呢，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驾驶舱的细节，里面是有个小人的。我这边单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人啊，小人并没有刻画完全啊，只是给了一个坐在这个椅子上的样子。头部首先脖子跟头是双段的可动，但是这个抬头的幅度的话会偏小，然后低头幅度的话还算不错。头部的侧摆以及这个旋转呢都是有附带的，但是旋转会因为旁边两边的白色零件会有一定的阻挡，没法360度。这次的肩甲呢是直接安装在这个手臂的连接件上的，并不是通过手臂的装位来卡在这个肩膀上的，所以呢肩甲并不会出现把玩之后过松的样子了。手臂呢360度的旋转是没有问题的。手臂曲肘呢是一个双段的关节，幅度还算不错，并且随着手臂曲肘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液压感抽拉的一个效果。肩膀处是有一段外拉的关节，外拉之后整个手臂的平台是可以达到90度的，同时因为外拉关节，所以说手臂也会有一定的前倾角度。手臂根部附带旋转，在臂甲这边呢有一段这个位移效果，可以将这个臂甲下拉。手型采用的是一个球冠连接，再加上手型自带的关节，所以说整个手的可动是比较不错的。腰部的这个刻画依旧是老传统了，模拟脊椎的小细节，然后这次还新增了两侧的这个液压感。腰部弯腰的可动并不算很大，但是随着后仰以及弯腰，这个背后以及胸口两处这个模拟人体的这两处的铠甲呢，会进行一个拉伸。腰部在进行侧摆的时候呢，这个液压感还会进行一个联动，这个感觉就很有那味儿了，是不是？腰部的360度旋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拳甲部分呢，首先全肩甲这边采用的是一个球冠，可以多角度的进行一个调节避让，怎么调都可以啊，角度调节还是比较大的。在中间这一块长的呢，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角度调节。衬甲是一个 C 扣，可以向上进行一个避让。后方这个大的这个后裙甲呢，也是一个球冠，可以进行一个大角度的一个避让。在胯部这边呢，依旧是有设立一个下拉的关节，腿部下拉之后呢，整体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可动，前踢可以达到120度左右，后踢的话可以达到90度。因为裙甲不错的避让，再加上这个下拉的可动，所以说这个腿部的侧踢呢是能远远超过90度的。大腿根部呢附带旋转，腿部弯曲呢是分为双段的，整个弯曲幅度还算不错，并且呢随着腿部弯曲，这个液压感也会进行一个联动抽拉的效果。腿部后方这个喷口打开两边就可以进行一个伸出的一个联动，整个推进器呢也可以旋转一个很大的一个角度。脚部这边，首先脚尖有一个单独向下的可动，上面这个铠甲是球冠连接，整个脚呢向上向下幅度一般，
但是这个脚分件有一个前脚掌的一个单独侧摆和一个整个脚掌的侧摆，所以说它的整个脚的接地呢是非常不错的。这里需要注意啊，就是它这个腿部这边的这个装位呢，实际上设置的是稍微偏短了一点点，所以说大家安装的时候，如果安装的不紧啊，可能把玩的时候会造成这个腿部的一个松脱，所以大家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安装到位，将它安紧，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进行松脱了，把玩的时候就非常紧实了。地台部分呢，则是一黑一白，对应的2个不同的配色。这个支架部分也都是一样的，可以锁定，可以解锁，可以进行一个角度的调节。支架连接可以单独连接这个背包，也可以单独连接这个人物。那么2个不同配色一样的模具，肯定大家会想到混搭，但是因为我这边已经拼完了，所以说只能换一下手跟脚了。大家如果买到的时候呢，可以在拼装的时候直接将这个零件进行一个替换，这样子的话会更加好看。那么视频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这款巴蒙特作为航湾格的界神之战第3弹，整体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的，整体的这个关节的调教以及这个零件的组合度呢，都有一个很大的进步。把玩起来呢也是比较牢固的，并不会掉件，并且在翅膀这边还采用了这个齿轮锁定的一个机构，这样子整个翅膀会固定住。整个模型可以全配，就是装上背包不上支架，可以单独的自主站立，整体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因为涉及到了铁骨嘛，所以说它的这个组合度呢，安装部分还是需要大力的，并且大家一定要看清说明书啊，如果安装错了，想要再拆开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了，只做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咱们下期再见。